你知道二战中最离谱的兵力对比是多少吗？是6万对300万。这不是一道数学题，而是1942年勒热夫战场上发生的真实兵力对比。当苏联战神朱可夫率领着被誉为钢铁洪流的苏军部队南下时，整个欧洲都认为纳粹德国这回肯定要走向覆灭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距离莫斯科往西300公里的勒热夫瑟乔夫卡地区，那片冰天雪地之中，竟隐藏着二战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一场惨烈厮杀。给我3个集团军，我能撕碎整个东线。朱可夫的这番话充满了豪气，可他麾下的3000辆坦克还没抵达德军主阵地就接连哑火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遇上了德军被称为移动要塞的防御体系，指挥这支德军的正是莫德尔将军。这位将领绝非普通人，后来更因擅长防御作战被称作东线救火队员。此前在莫斯科会战后期，他就曾挫败过苏军的反击。莫德尔在勒热夫构建了纵深15至20公里的弹性防御体系，前沿只部署少量掷弹兵，配备 MG42 通用机枪和 PZB39 反坦克步枪，用来迟滞苏军进攻并传递战场情报。防线核心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永备碉堡群，能抵御苏军152毫米榴弹炮的直接轰击。碉堡内部还有弹药储备室，士兵可以长期坚守。防线纵深埋着多层地雷区，每公里布设的泰勒曼4翼反坦克地雷达2000颗，地雷区边缘还设有伪装诱爆装置，苏军排雷时稍不注意就会触发连锁爆炸。为了应对苏军的装甲优势，莫德尔在防线关键节点部署了 Pak-40型75毫米反坦克炮和 Flak-1836型88毫米高射炮，其中88毫米高射炮堪称坦克杀手，在1000米距离内就能击穿 T-34坦克的正面装甲。德军炮手还常常把炮位隐蔽起来设伏，等苏军坦克进入射程就突然开火，一轮齐射往往能摧毁好几辆坦克。而苏军的 T-34坦克受冬季低温影响，启动时得用喷灯烘烤油箱，履带还容易打滑，加上电台普及率低，缺乏步兵掩护，很多坦克刚突破前沿就成了88炮的靶子。那时候的苏军正面临紧急扩编的困境。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后，苏军损失惨重，大量新兵是从后方工厂集体农庄紧急征召的平民，不少人只接受了1到2周的基础训练，连步枪射击都没练熟，随身携带的弹药常常只有3发，冬季作战装备更是匮乏，很多人穿着单衣布鞋就冲上战场，非战斗减员占比一度达到 30%。 有苏军老兵回忆，手指冻得根本扣不动扳机，只能用咬咬开手榴弹的保险栓。即便这样，这些新兵还是在保卫祖国的号召下不断冲锋，在雪地上踩出了一条血肉铺就的进攻路线。莫德尔麾下的第9集团军只有6万人，却要应对苏军西方面军、加里宁方面军、布良斯克方面军的轮番进攻。他把仅有的2个装甲师当作机动预备队，不固定部署在某一处，哪里防线被突破就快速驰援哪里。1942年7月，苏军近卫第9集团军曾撕开德军10公里宽的突破口，莫德尔在24小时内就把第5装甲师调往战场，配合步兵发起反击，只用3天就重新封堵了缺口。这一战，苏军损失近2万人，而德军伤亡还不到3000人。这场厮杀不是单一战役，而是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期间一系列战役的统称，包括勒热夫维亚基马攻势等。为了突破德军防线，朱可夫几乎调动了苏联陆军近半数的机动兵力，先后投入20个集团军、3个坦克集团军，配备2万门各类火炮和3000多辆坦克。战役最激烈的时候，苏军炮兵火力密集，每天发射的炮弹数量惊人。苏联空军航空兵每天出动900架次ER-2强击机低空掠过德军阵地，用火箭弹和航弹摧毁碉堡。德军则出动福克乌尔夫190战斗机拦截，双方在勒热夫上空频繁展开空战，每天都有数十架飞机坠毁。战役最惨烈的阶段，勒热夫战场上每1秒就有1名苏军士兵倒下。在小亚罗斯拉维茨地段，苏军第39集团军曾发起持续72小时的猛攻，士兵们组成人墙冲锋，有的甚至抱着炸药包冲向德军碉堡，用身体堵住射口为队友开路。战后统计，该集团军下辖的第129步兵师只剩下300多人，还不够一个营的兵力。而德军阵地前的积雪被鲜血浸透，冻结成暗红色的冰颗，当地人后来把这片区域称作雪地。莫德尔虽然靠着防御战术占据优势，却也面临后勤短缺的难题。1942年冬天，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物资运输线频繁遭到苏军游击队袭扰，铁路被炸毁，运输车队被伏击，前线士兵的食品供应减半，面包里甚至掺了锯末和糠皮。燃料短缺导致坦克、装甲车无法正常机动，
不少装甲师只能拆解受损坦克，用零件维修其他车辆，弹药运输则要靠马拉雪橇，在深雪里走得很慢。莫德尔为了节省物资，下令把汽油桶改造成简易燃烧弹，在桶内装入汽油和橡胶碎片，点燃后由士兵扔到苏军坦克履带旁。800摄氏度的火焰能快速烧毁坦克发动机。据德军战报记载，1943年1月，单靠这种燃烧弹就摧毁了苏军47辆坦克。激战到1943年春天，德军在勒热夫地区的防御虽然还稳固，但整个东线的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。当时，斯大林格勒战役已近尾声。1943年2月，德军第6集团军全军覆没，司令官保卢斯元帅被迫投降。希特勒为了挽救南方战局，下令从东线其他方向抽调兵力增援，而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作为中央集团军群的核心战力，自然是优先抽调的对象。可朱可夫早就预判到了这一局面，他没有急着突破勒热夫防线，反而下令苏军加大进攻力度，用持续冲锋牵制德军。仅1943年2月1个月，苏军就发起了11次大规模进攻，每次都投入数万人，虽然伤亡惨重，却成功把第9集团军死死定在勒热夫，让他没法抽调一兵一卒去支援南方。当莫德尔在1943年3月接到撤退命令时，他麾下的第9集团军早已疲惫不堪。整个战役期间，该集团军累计伤亡超过30万人，剩余兵力不足4万，坦克、火炮等重装备的损失也超过一半。直到这时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朱可夫此前在勒热夫地区的疯狂进攻，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阳谋。他以苏军约150万人的伤亡为代价，牢牢牵制住了德军最精锐的中央集团军群，为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苏军集结兵力，发起反攻创造了关键时机。勒热夫战役虽然不如斯大林格勒战役那么致命，却是二战东线的战略转折点之一。这场战役之后，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元气大伤，再也没能力发起大规模进攻，只能转入战略防御。而苏军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，却在残酷的战斗中锤炼了部队战力，学会了如何突破坚固防线，如何对抗德军装甲部队。这些经验也为后来的库尔斯克会战、柏林战役打下了基础。正如苏联军事历史学家所说，勒热夫的雪地里埋着苏军士兵的鲜血，也埋着纳粹德国覆灭的伏笔。